陛下，泾阳百姓苦啊，十户九空，粮仓无米，盗匪横行，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臣每每见之，夜不能寐。大人，说东仓又塌了一面墙，不是年久失修，是粮袋堆太满，把墙挤裂了。哦，县中粮仓年久失修，已无粮可存。大人，咱们泾阳今年又是大丰收，南仓、东仓、西仓全满了，一仓也堆不下。前日林捕头还说，要不要把旧牢房拆了，改成临时粮仓？牢房能拆吗？大人终于觉得奏折不能乱写了。牢房不能拆，泾阳现在没几个犯人，牢房空着正好。万一哪天隔壁县的盗匪不懂事儿，跑咱们这儿来，总得有地方关。大人，隔壁县的盗匪现在都绕着泾阳走。那就写盗匪横行，县衙疲于追捕。大人，这奏折若真送到长安，朝廷派人来查怎么办？查什么？泾阳穷，路破，粮少，百姓苦。记住了？记住了。送驿站，还有告诉平康坊那边，今晚留2个会唱曲的。大人，您这名声已经够差了，县里人人都说您贪财好色，再这样下去，迟早传到长安。名声差点好，不懂。名声太好，朝廷就会觉得我能干，觉得我能干，就要升我，升了我就要去长安，去了长安，天天被御史盯着，还怎么睡到自然醒？我在泾阳辛辛苦苦搞钱修路，让百姓吃饱，还不能享受一下？唉，只要我装得够烂，长安的麻烦就休想找上我。10户9空，粮仓无米。若奏折属实，泾阳离长安不远，竟困苦到这种地步，地方官难辞其咎。父亲，泾阳离长安这么近，若真民不聊生，为何之前无人上报？要么是地方官无能，要么是欺上瞒下，无论哪一样，都该查。魏先生，话别说太满。李老爷，若此县令真欺君瞒上，不杀不足以正吏治。老爷，前面就是泾阳界碑。这路比长安城外的官道还平，车马靠右，行人走侧道，粮车慢行，不得抢道。奏折里说道路破败，百姓行路艰难。继续往前。那是什么？外地来的吧？这是咱沈大人让木匠做的脚踏收割车，4个人一天能收10几亩地，比以前快多了。4个人10几亩，可不是吹，咱家今年多收了3成。粮食卖给官仓，价还不低，要不是县里不许乱占路，我现在还得多拉2车。粮食都卖给官仓，丰年保价收粮，灾年低价放粮，沈大人定的规矩。反正咱们听不懂，只知道粮食不愁卖，家里也不怕荒年。奏折上写粮仓无米，眼前是粮车排队。李老爷，看来这泾阳县县令奏折写得很有本事。好一个10户9空的泾阳县，朕倒要看看你这县令到底有几个脑袋。凭什么拦我？外地来的先看规矩。第一次罚10文，第2次罚100文，第3次扣通商牌。父亲，这不像郫县。哼哼，正因为不像，才更要查。店家，来4碗汤饼。4碗200文，多少？200文，外地客不加价，童叟不欺。1碗汤饼50文。你这是抢钱！县衙核过价的，嫌贵可以去后间，那里20文1碗，不过没肉。一个路边汤饼摊儿，月交30贯，这沈燕的胆子简直比天还大。一个摊位每月30贯，贵是贵，可这地方人多。我以前在乡下摆摊儿，一天卖20碗都难，现在一天能卖200碗。这么高的摊位费，你们不愿？
怨啊！每月交钱的时候都骂沈大人贪，那为何还在这里摆？因为赚钱啊！老丈，你说这世上有几个地方能让小摊贩一月挣出一头牛？你们县令究竟是好官还是贪官？好官也是贪官。这话怎么说？沈大人爱钱，泾阳谁不知道？见他要交拜见钱，摆摊要交摊位钱，商队进城要交通商钱，连赌坊、酒楼、钱庄都有他的份子。县令入股赌坊？有啊，城东最大的那家就是。荒唐！不过沈大人也有规矩，赌场不许借印子钱，不许收田契，不许诱人卖儿卖女，谁犯了，先罚到裤子都不剩。打死人了！城东赌坊打死人了！快，看热闹去！他们不怕，人命案前还看热闹，此县门风已经坏了。去看看，赌坊里的人一个不许走。王六这回是真没气儿了，活该！嘘，小声点，他娘还在呢。他娘早判他死了。人命关天，竟如此冷漠。县令呢？外地来的吧？3文1包。沈大人还没来。鸣冤鼓已响，县令为何不来？大概在平清坊吧。平康坊就是听词儿喝酒的地方。今日平康坊来了新花魁，沈大人早就包下了。县中出了人命案，县令还在风月之地。是啊，所以已经派人去请了。快了，每次都这样。先看，若此事属实，他活不到明日。沈大人，花魁唱的好不好？沈大人，这案子快点审，晚点还赶得上回去听曲儿。别吵，谁死了？王六，赌坊里闹事，被打手失手打死。王六，杨婆婆，人还能认？能。升堂，快点审。等，还等？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审。外地来的，看审案可以，别乱喊，扰乱公堂，罚钱。威武！他连案卷都没看。李老爷，此人若能公正断案，老夫把这惊堂木吃了。堂下何人？回大人，死者王六，泾阳县城东人，今日在城东赌坊闹事，与赌坊打手冲突，被打手李二失手打死。好一个闹事，好一个失手！父亲，刚才百姓明说是赌坊打死人，听他说。杨婆婆，林补偿说的可有不对？没不对。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老妇，不哭不闹，竟像在害怕说错话。你呢？小人认罚。我还没判，你认什么？小人管教不严，赌坊愿赔，重赔。大人，小人不是故意打死他的，是他先拿刀。闭嘴！本官问了吗？这狗官竟敢在公堂之上公然偏袒包庇！杨婆婆，你也听见了，赌坊认罚，愿意赔钱。我儿子，他该死。人死在眼前，这些人竟然还笑得出来！王六，欠赌库钱多少？回大人，连本带息230贯，利息免了，本钱也免了。记。赌坊管事，
管教打手不严，停业3日，罚银500贯。小人忍罚。李二失手致王六身亡，杖100，罚银200贯。若杖刑后活着，去城西修渠半年；若死了，罚银照收。大人饶命啊！赌坊另赔杨婆婆800贯，王六欠赌坊的账一笔勾销。800贯，再加罚银200贯，那就是1000贯啊！沈大人还是狠，一张嘴，赌坊半条命没了。人命案，主犯不斩，只杖100，赌坊停业3日，赔钱了事。这不是判案，这是把人命折成钱。再等等，还等什么？他的反应不对。一个老妇面对县令和赌坊，敢有什么反应？这正是官商勾结、欺压百姓的明证。快点，本官晚上还有事儿。人命关天之际，这狗官竟还惦记着晚上有事，此人不杀，天理难容。大人，1000贯足数。林捕头，属下在。派2个人护送杨婆婆去钱庄，800贯存活期，100贯买宅子，剩下100贯留他手里。2个孩子的月钱另立小账，谁也不许动。钱庄掌柜敢坑你，本官拆他的门。杨婆婆放心，咱沈大人拆门可熟。上回粮铺少称2两，柜台都被搬去县衙烧火了。钱庄，汤饼摊主才说过，他在钱庄有份子。赌坊赔出去的钱转头进钱庄，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他沈燕的手里。好手段！这老妇竟像是彻底解脱了。此案了结。慢着！谁喊的？外乡人看不过眼。看不过什么？人命关天！你不查清前因后果，不审方是否蓄意伤人，不依唐律判杀人者偿命，只让赌赔钱，你这也叫断案？你读过书？略读过几本。读书人就爱把事说得漂亮，杀人偿命听着多痛快。律法本该如此。李二偿命了，杨婆婆能得什么？王六欠的赌债谁还？2个孩子谁养？杨婆婆下个月吃什么？你出钱？这不是你枉法的理由。枉法？王六拿刀闹赌坊是不是？是。赌坊有没有事先报官？报了，属下到时人已经死了。李二是不是一人动手？是。赌坊管事有没有指使打死人？暂未查到。听见了，这案子按律细审，拖3个月，最后也未必能把赌坊管事判成死罪。杨婆婆等3个月，2个孩子喝西北风。你想讲律法，去长安讲，泾阳先让活人活下去。沈大人判的没错，王六那种人死了还害他娘没饭吃才叫造孽，赔钱好，赔钱实在。若一县百姓都觉得人命可以赔钱了事，那才是真正可怕。沈县令，你又是谁？长安来的商人，姓李。哦，李老爷，你既知唐律，为何不按律严判？李老爷是来做生意，还是来考我？若本老爷偏要问呢？那得交问案钱。你敢向我父我家老爷收钱？看热闹免费，插嘴10贯起。李老爷，本官判完了。林捕头送杨婆婆去钱庄，再让人去看宅子。赌坊封3日，李二拖下去打。是。大人饶命，100杖会打死人的。你打人的时候没想过别人会死。拖下去。大人还回去吗？晚了。让人把酒菜送县衙后院。
人命案刚结，外头还在行账，这狗官竟已经满脑子想着喝酒听曲，该杀！彪，大郎，去附近哲通府调人。李老爷，此人不能留。老爷英明。先别急，杨婆婆还没问。堂上你也看见了，他敢说什么？她不是不敢说，她像是早就知道会这么判。还有2个孩子，若沈燕真是为了把钱送回自己钱庄，没必要当众把孩子月钱也列出来，太刻意了。哼，夫人太善了，贪官做戏最会做全套，所以才要查。好，李老爷，查清楚再杀，也不迟。杀谁？杀该杀的人。李老爷火气挺大，泾阳不许私斗，要杀人记得先来县衙报备。申县令，希望你这县衙经得起查。查可以，查账另收费。沈大人，我们只是外地商人，初来泾阳，不懂规矩，方才多有冒犯。还是夫人会说话。李老爷，多学学。走。去哪？杨婆婆家也好，让那老妇离开县衙和捕快，看她敢不敢说实话。杨婆婆，先收拾几件衣裳，钱庄那边已经派人去看宅子了。大人说了，今日天黑前让你搬进去。多谢2位差爷。谢我们做什么？沈大人吩咐的。你们是谁？我们方才在公堂看了审案，心里有些不明白，想问杨婆婆几句话。不许吓着老人和孩子。一个小小捕快也敢拦我？自然不会。没事儿，让他们问吧。这就是沈燕治理下的百姓，主街繁华，县令奢靡，可这老妇住的地方连遮雨都难。杨婆婆，不必。你儿子今日死在毒坊，你当真没有冤情？亲儿子刚死，尸身还停在县衙，他开口第一句竟然是他该死。杨婆，你莫怕，我们不是县衙的人，若你有冤，尽管说。我没冤，我只怕他没死透。他平日待你不好。他爹是被他气死的，他爹病了要买药，他把药钱拿去赌，输了回来还打人，后来家里的田卖了，牛卖了，房契也拿去抵了赌债。他媳妇儿劝他，他打得下不了床。奶奶，别怕，奶奶在。我那儿媳妇儿是跳河没的，她没了以后，王六不但不悔，前几日他想把2个孩子卖给外县的人牙子。卖孩子？若不是城门口查得严，2个孩子已经没了。城门口为何会查？沈大人定的规矩，泾阳出城的孩童必须具有父母双方手印，里长画押，县衙过骈。单人带走孩子，查不清来处，一律扣下。王六那天带孩子出城，说去外祖家，可孩子哭着喊奶奶，守城的觉得不对，把人扣了。那天要不是县衙，我这2个孙儿早被卖了。即便如此，王六也该由官府惩处，不该死在赌坊打手手里。魏先生说的对，所以沈大人才罚李二100杖，活下来还要休魁半年。那赌坊呢？王六既是赌徒，赌坊难道无责？有责，所以罚了500贯，停业3日。若查出赌坊借印子钱收田契又卖人口，就不是停3日了。以前有过，前年城南赌坊放印子钱，逼一个农户卖女儿。沈大人知道后，把赌坊封了，管事打断腿，东家罚的只剩1条裤子。那家赌坊现在改成粮铺了。赌场还能改粮铺？在泾阳，只要沈大人想，青楼都能改学堂。这捕快是在款宴，
可这夸法怎么听怎么不对味儿。你真不觉得沈燕判轻了？我不懂律法，我只知道王六死了，我和孩子能活。几位老爷，你们若真认识长安的大官，别让他们把沈大人抓走。为何？沈大人贪是贪，可他管事。以前我去衙门告王六，没人理。沈大人来了，才在毒坊、城门、钱庄都立了规矩。他若走了，泾阳又得变回以前那样。杨婆婆，别乱说，大人听见又要罚你。怎么说他不好也要罚？不是，沈大人说夸他好官，一次罚5文。夸他也罚？大人说夸多了传到长安麻烦。荒唐判案，却给了孤寡活路。这几件事搅在一起，朕竟没法用朝堂那一套直接定他的罪。杨婆婆，宅子看好了，城东2房，小院1所，3间正房，1间灶屋带口井，离学堂也近。这么快？沈大人早让县衙留了几处孤寡安置宅，今日正好用上。安置宅？几位老爷也是来看宅的？我们只是路过。哦，您不识字也不要紧。您看这图，正房、灶屋、水井、院门一应俱全。这是给是买？沈大人说了，不能白给，白给的东西容易被人抢，买下来的才是您的。100贯，房契今日过户，剩下的钱存钱章，2个孩子的月签另立账，每月初1可取。老爷，这还没画押呢。条款清楚，价钱清楚，房屋漏雨、墙体损坏、邻里纠纷找谁，全都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写得很明白。这钱庄也是沈燕的，有沈大人的份子。果然，有沈大人的份子才稳啊！官员入股钱庄，百姓还敢信？为什么不敢？沈大人说过，钱庄若敢吞1文孤寡钱，掌柜剁手，东家赔10倍，县衙把门拆了。这规矩贴在钱庄门口，谁敢犯？若县令自己吞呢？哈哈哈哈！沈大人要吞，还用偷偷吞？他要钱都是明着要，拜见钱、摊位钱、通商钱，1文不少，票据也1张不少。听你这意思，他明着摊倒还有理了？小人不敢说有理，可他要了钱，是真办事。走吧。粗糙贪财，毫无体面。可这泾阳城的规矩，却真真切切的在运转。李老爷，不能因为杨婆婆一案有隐情，就放过沈燕。我没说放过，但也不能现在就杀。我要亲自见他。去县衙？正好，问问他这钱庄、赌坊、摊位费，到底还有多少赃账？通报一声，长安李老爷求见沈县令。有拜帖吗？没有。那有预约吗？见县令还要预约？当然，沈大人忙。他忙着喝酒听曲，那也是忙。那如何能见？交钱。什么？拜见钱，外县商户50贯，长安来的100贯起。一个县令见一面收100贯，贤贵可以不见。你知道我家老爷是什么人吗？来泾阳的都这么说。若我不给呢？不给就回客栈。泾阳好吃好喝多，别堵县衙门墙边办事。给，父亲，给他。几位老爷稍等，小的这就去通报。好一个泾阳，好一个沈燕，门房都敢把手伸到长安贵人身上。100贯的拜见钱，朕倒要看看你这狗官还能做什么妖。沈县令呢？我家大人说了，今日累了，不见。那钱呢？通报费不退。让厨房快点儿，酒凉了罚钱。
亲，我进去把他揪出来。李老爷，此等贪官已经不必再查了。县令衙门公然锁后，收钱不办事，还敢在后衙饮酒作乐。若此风不杀，天下州县都要学他。这沈燕做事未免太难看了，哪怕此人处处透着古怪，此刻我也实在没法替他说一句好话。要闹起来了，外地老爷跟沈大人杠上了，快，搬凳子！你们泾阳百姓就这么喜欢看官府热闹？这小郎君，你别急，咱沈大人不怕人闹，就怕没人闹。人一多，他罚钱都方便。这老爷的眼神活像要吃人。你还敢出来？几位老爷，我家大人说了，若真有大买卖，也不是不能见。方仓才不是说不见，方才收的是通报费。通报费？对啊，帮您把话递进去。100贯，只管通报，不包见人。荒唐！老先生嗓门真亮，扰乱衙门，一次10贯。念您是外地人，先记着。那若要见沈县令，还要多少钱？200贯。刚才100，现在又200。不是又200，是正经拜见钱200，刚才那100不算。给他。母亲，都到这一步了，不见人，前面的气白受了。几位老爷果然是长安来的大客，请稍等，小的这回亲自带路。若这次还说不见呢？那就说明几位诚意还不够。我若再多说一句，定会忍不住先活活打死这个门房。这琉璃，哼，一个县令，竟敢如此奢靡！老先生误会了，这不是琉璃，是县里窑房烧坏的残次货。沈大人说扔了可惜，就拿来挂灯。可就算是残次货，能挂满整个后衙，泾阳这地方到底富成什么样了？李老爷，账册不能随便看，怕见不得人，怕您看了又问，问了要收费。朕竟一时不知道是该先杀沈燕，还是先杀这个胆大包天的门房。李老爷，大人，长安来的李老爷又补了200贯。哦，沈县令好大的架子。李老爷也不差，气秀挺大。你身为朝廷命官，白日饮酒，身边歌女作陪，县衙收钱见客，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律法？你是谁？李老爷的账房。哦，账房就坐后面，别抢主家的话。你知不知道我们从长安来？知道啊，所以贵。普通商人见我50贯，外县豪商100贯，长安来的200贯起。你们这一路车马不差，衣料也不便宜，我没收500，已经是看你们初来泾阳。你倒是明码标价。那当然，泾阳最忌讳糊涂账。县令见客，何时成了买卖？李老爷这话不对，商人来见我不谈买卖，谈什么？谈诗，谈风月，那得去平康坊，那里姑娘比我会聊。沈大人，我们从长安来，是想看看泾阳有什么生意可做。还是夫人会说话，谈生意可以。泾阳现在缺3样：铁、好马、药材，你们能供哪个？沈大人不先问问我们的来头？有钱就有来头，没钱说是皇亲也没用。若我们真与公用有些关系呢？终于怕了。公主，李老爷，方才怠慢了。现在知道怠慢了？知道，早说有宫里门路，拜见钱该收500。我不能看，再看一眼，老夫必气绝当场。沈县令真会做买卖，一般比不上长安那些真正吃人不吐骨头的。你这话何意？字面意思，
你可知长安是天子脚下？知道啊，所以才跪。沈大人，我们方才在公堂看了王六的案子，怎么，又想替王六喊冤？人命不该只值1000贯，那值多少？这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李老爷不缺钱，杨婆婆缺，2个孩子也缺。你们长安来的贵人，开口闭口律法、人命、公道，好听。可今晚那2个孩子吃什么？明日住哪儿？谁管？所以更该按律严惩毒坊。你还是没听懂。老夫听得很清楚，你就是把律法当买卖。算了，不跟账房争。你们读书人争赢了也不付钱。这狗官不是不懂律法，他是故意绕开。一个懂律法却不敬律法的人，比糊涂官更该杀。大人，徐问到了，让他进来。谁？一个想买官的。你说什么？想买官的，李老爷没见过？朕贫嘴最恨贪官污吏，最恨卖官鬻滚。今日在这小小泾阳，他竟敢当着朕的面把买官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果前面的事还有隐情，那买官之事绝无回旋余地。见沈大人。坐。这几位是长安来的李老爷，大概有宫里门路，自己人，说吧。谁跟你是自己人？既是沈大人的贵客，那小人便不避讳了。大人，这是3万贯的票据，还有小人履历。钱没少。那临县县城一事，可以往上递。多谢大人。李老爷，你手不疼？沈燕，你好大的胆子！李老爷，这里是泾阳县县，一个县令公然收钱，举荐官位，你就不怕朝廷知道？我递给朝廷吏部，又不是我自己盖印任命，朝廷若觉得不行，驳回来就是。可你收了钱。对啊。你还敢认？收都收了，为什么不认？卖官误国是重罪。谁告诉你我卖官？他刚刚亲口说临县县城一事。先看。李老爷不看，那就继续生气，气坏了身子，泾阳医馆看诊也要钱。李老爷，管过梁行3年。去年春旱，负责城西渠工，提前20日完工，处理商户纠纷27起，无一人上告。识算账，懂量价，熟商路，能调人，实务考核，管仓10日账平，管事10日无乱价，管区10日公无逃，管孤寡账已无，没有半句副词，全是实际。这不是寻常的举荐文书。徐文想做临县县丞，我收他3万贯，不是买官钱。那是什么？责任押金。他若上任之后贪了、乱了、害了百姓，这3万贯先拿去赔。若3年无大错，退一半；若政绩好，剩下一半也退。是，小人知道规矩。而且他不是交钱就能上，履历、考核、保人3样缺1样，我都不递。即便如此，官职也不是买卖。那你们觉得什么人该做官？自然是贤才。怎么知道他贤？写文章，会背书，门第好，有人保举。这人会管粮，会修渠，会断商案，会算账，让他做县丞，至少知道粮仓亏没亏，水渠堵没堵，商户有没有坑人。换个只会写漂亮文章的去，灾年来了，他能把诗熬成粥给百姓喝。你这是歪理。好用就行。若他骗你呢？骗我？他家在泾阳的铺子，田宅全封，保人连坐，3万贯没收。他本人若敢跑，泾阳商路所有通商牌撤他的名。小人不敢，绝不敢。李老爷，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怕丢脸，但做生意的人一定怕丢路这套东西。
钱、名、连卒、商路全押上了，他竟敢替朝廷筛官。你一个县令，哪来的胆子替朝廷筛官？哼，朝廷筛得过来吗？长安坐在堂上的大人们，知道临县粮仓缺不缺人，知道哪个人会修渠，知道谁管账不亏，知道哪个商户欠钱不赖。他们不知道。你放肆！你又不是朝廷大员，急什么？这狗官的嘴，真该找人给他缝上。大人，若无别的事，小人先退下。滚！3日后去城西仓再考一次，别以为交了钱就稳了。小人明白。等等，李老爷拍翻的酒记你账上。啊！你来的不是时候，坏了本官心情。小人记下。沈大人，泾阳既然如此富庶，为何奏折里却写得那般困苦？这才是今日最关键的事。夫人看过我的奏折？略听过几句。哼，李老爷果然不只是商人。你怕了？不是怕，是后悔。早知道你们能看到奏折，刚才拜见钱真该收500。我不能听，再听下去只被这狗官气死。回答。李老爷，你从长安来，应当知道朝廷最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喜欢看地方有钱，地方一有钱，朝廷就想加派。修宫殿要钱，打仗要粮，修路要驿，赈灾要仓。泾阳若上寿说今年丰收粮满，商税翻倍，你猜明年户部会不会多看泾阳一眼？朝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何来你这般揣测？老先生，你家里若有3斗米，隔壁10户都饿着，李正会不会让你拿2斗出来？救人本该如此。是啊，所以我只报半斗。泾阳这些年刚喘过气，路刚修好，驿仓刚满，农具刚铺开，商路刚通，现在把钱粮全报上去，朝廷一句体恤临县，泾阳3年建全没了，到时候泾阳百姓又穷回去，谁负责？李老爷负责。他这是欺君罔上，可若被户部盯上，泾阳必首当其冲被加派。这混账东西竟然把朝廷的心思摸得如此透透，你这是把泾阳当成自己的私产。错，泾阳是朝廷的，也是百姓的，但绝不是户部账册上一块随便割的肉。所以我年年上奏泾阳穷啊，那句泾阳穷啊，他说得太顺了，顺到像是年年这么干，已经干出了经验。你这是欺上瞒下。账房先生，你嗓门一直这么大吗？你还敢嘴硬？敢啊！沈燕，你可知这话若传到长安是什么罪？知道，所以你们别传。你倒是把算盘打得响。没办法，泾阳人多嘴多饭也多，我要是不多算几笔，谁来养？大人，杜会首来了。他来干什么？说是听闻长安贵人到了，想求见。鼻子还挺灵。杜会首是谁？泾阳旧商会会首，以前城里盐布油3样买卖他说了算。以前？现在我说了算。走吧，李老爷，带你看看热闹。沈县令的热闹可真不少。泾阳看热闹也收费，今日你交过钱了，算你白看。沈大人，有事说事，别装熟。这几位便是长安来的贵人吧？几位贵人来的正好，草民今日是替泾阳商户求一条活路，你还有活路要本官给。沈大人，这几年泾阳商户过得不容易，摊位费一年比一年高，通商牌一年比一年贵，商户进货要报备，出货要验牌，连一袋盐卖多少都要线下点头。是啊，大人，不能再涨了。我们辛辛苦苦做买卖，钱全让县衙收走了，再这样下去，谁还开铺？
谁还敢开铺？苛捐杂税，逼商倒铺，这就是真正的民怨。说完了，记什么？杜氏商会当堂说泾阳商路难做，铺面难开。既然如此，本官体谅你们。自今日起，杜氏商会名下盐铺、布庄、油屋、摊位可退押金，按规矩7日后结清。沈大人，你这是何意？你们不是活不下去吗？本官准你们歇业。大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沈大人，泾阳盐布油3行一向由我们杜氏商会供应，若我们歇业，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哦，所以你不是求活路，是拿百姓威胁我。草民不敢，敢不敢都一样。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就歇。贴告示，杜氏商会名下所有铺墨3日不开门，摊位收回。今日起备用摊位放出。是。本想借长安贵人的事逼他退让，他非但不退，还要绝我们的后路。沈大人，话不能说绝。我话一直挺绝，你第一天认识我。李老爷，您从长安来，想必也见过世面，哪有地方官如此逼迫商话？今日他能收我们的铺，明日就能收全城人的铺。此人虽有私心，但话务必全错。陆远山带人闹上门，他竟然稳如泰山。好，既然沈大人不留情面，那杜氏日起罢市，关铺。谁今日开门，往后别想再从杜家拿货。真关了？那晚上买盐怎么办？杜会冢这是跟沈大人杠上了，沈大人会不会服软？父亲，若真断了盐布油，百姓会乱。哼，这就是贪官乱政的后果。商户被逼到罢市，百姓受苦。杜氏商会名下铺面3日不开，摊位收回，备用摊位今日开放，原摊位费上涨3成，还涨？铺子都关了，沈大人还涨价，这不是逼人吗？到了这时候，还只想着收钱，这狗官的胆子未免太大了。朕倒要看看他把商户逼到绝路，到底要怎么收场。涨价？大人说备用摊位涨3成，哼，他疯了！盐布油都在我们手里，他拿什么开铺？沈燕这次太托大。裴大人觉得长安来的那位李老爷真有来头，能让沈燕收了300官还愿意见，至少不是普通商人。那正好，哈哈哈哈！李老爷看看，泾阳没了杜氏商会，沈燕什么都不是。只要百姓一乱，沈燕就压不住了。陇州盐货今日开卖，量大管够，1周不匹，按泾阳牌价卖，童叟无亲，菜油灯油都有，量足。哪儿来的商队？不知道啊。通商牌，沈燕早就留了后手，他给外地商队发过临时通商牌。你早知道杜氏商会会罢市？商人嘛，赚得多了，就容易觉得自己是天。所以你提前备了外地商队？不是提前备，是一直备。泾阳商街谁都能赚钱，但谁也别想卡百姓脖子。好一个，谁也别想卡百姓脖子，这等气魄，这等手腕。当然，新来的摊位费涨3成，好位置嘛，贵点正常。你果然还是为了钱？对啊，杜远洋空出来的位置，外地商队抢掉，钱进县库，货进百姓家，杜家自己关门，怪我啊？这倒是。沈大人，杜会首这么快就逛街来了？他们凭什么占我们的铺位？你们罢市了，我们只是暂时关铺。告示写了3日不开，摊位收回，现在才半日，所以本官还没收你的铺，只是把备用摊位放出来。备用摊位为什么在主街？我修的街，我说备用就备用。原以为关铺半日，沈大人就会服软，谁知道货源立刻被外地人抢了。
会首，要不咱们先开门？谁敢开，我断谁的货！林捕头，在，记下来。杜远山当街威胁商户，扰乱市价，扣商会信用牌3等。沈燕，喊什么？又不是第一次扣。各位乡亲，你们真以为沈燕是为你们好吗？你们可知道泾阳粮仓里有多少粮？他年年向朝廷哭穷，说泾阳没粮，可泾阳6座仓仓仓爆满。若朝廷知道他藏粮欺上，泾阳上下都要受牵连。李老爷，听见了？继续，还有什么？一起说。你藏粮不报，私设一仓，私收商税。若长安问罪，泾阳百姓都要替你遭殃。这可怎么办？朝廷会不会来抓人？沈燕今日能收商户铺子，明日就能拿你们粮仓抵罪。这是朕今日第一次看到他变脸。沈大人，你若真为百姓，就当着这位长安李老爷的面，把6仓钥匙交出来，这是要逼沈大人低头啊！沈县令，6仓之事，你该给个交代。你也想要钥匙？若你无愧，何惧查看？急报！什么事儿？临县传来消息，北边蝗虫过境，3乡麦田被啃空了。蝗虫？临县粮价已经涨了，城门口有人抢粮，蝗虫来了，那咱们的粮仓粮价要涨了。沈燕，你听见了？灾情已到，你还不开仓？沈县令，此时若再藏粮，便是害民。传令，开6仓，本县户籍粮按排发，外县借粮排队签契，富户买粮10倍价，谁敢抢，先打断腿，再问名姓。杜会丑，你刚才不是想要钥匙吗？走，带你看。沈县令，你可想清楚了？李老爷不是想查吗？走啊！6仓若真如杜远山所言，沈县令今日怕是不好交代。那你们走快点，再晚一会儿，外县抢粮的人都要进城了。回去拿粮牌，别急，沈大人说按排发。外县蝗虫都来了，咱泾阳不会也涨粮价吧？沈大人没发话，谁敢涨？泾阳百姓怕蝗灾，却不怎么怕粮乱。灾情一到，百姓下意识找户籍牌，而不是去抢粮铺。这说明沈燕早就给他们立过铁规矩。他早就备好了，绝不是临时起意。大人，6仓钥匙已到。杜会首不是想看吗？开！开！满的，如此满仓，若按奏折上粮仓无米所说，这就是确凿无疑的欺君大罪。李老爷看见了吗？沈燕年年哭穷，实则藏粮满仓，这不是欺上是什么？沈县令，你还有何话说？本县户籍粮，泾阳本地百姓按户籍粮牌领取，每户每3日领一次，不许代领，不许重复，公分换粮，修渠修路，运粮守仓，按工计粮。没地的没粮的外来灾民都从这里领，平价限购粮，本县百姓买粮着旧价，不许涨。外县借粮，邻县要粮可以签契，秋后还粮，不还就拿商路税抵。富户采买粮，想多买10倍价，买的越多交的越多，收来的钱补进前面3仓，留种仓，谁也不许动。听懂了吗？这不是开仓放粮，这是分流。穷户、本县、外县、富户、公益，全被他分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抢粮的人挤不到一处，富户扫不了穷人的粮，外县也拖不空本县的底子。这等算计堪称绝妙。即便你安排的细，也不能解释瞒报之罪。账房先生，这会儿还惦记这个？国有国法。是，所以等百姓吃完饭，你慢慢骂。
我家孩子快饿死了，让我先领。排队，再喊，去后面。我要买粮，多买点儿。富户才买10倍价，10倍？你怎么不抢？抢犯法，收钱不犯法。大人，这价太高了。嫌高就买平价现格粮。那我买那个可以，按你家户籍，3日1斗。3日1斗，够谁吃啊？所以第5仓欢迎你。买，记上。富户高价粮今日所得，3成补工分仓，3成补平价仓，3成买药材，1成给仓吏加饭。是，父亲，他连这个都算好了。此人嘴欠，贪财，胆大包天。可他一站在这儿，所有人都井井有条。这等使之才，比朝廷里那群只会写文章的蠢货强了何止100倍。沈大人，借粮快借粮啊！排队，我可是临县县令。所以排外县借粮那队。沈大人，咱们2县相邻，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没说不救。那快给我粮，我们县里粮不就乱了，百姓在抢粮。你去年不是说自己县里粮仓充足，用不着泾阳那套保价收粮吗？我让你修备用仓，你嫌花钱；我让你做户籍粮排，你嫌麻烦；我让你查豪强囤粮，你说地方安顿。沈大人，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对，现在是签新账的时候。1. 借粮3000担，秋后还4000担。还4000？嫌多，回去抢粮铺。2. 回去修北渠，泾阳出工匠，你们出工钱。3. 明年开放你们县南市，让泾阳商队进。这签不签？签。给赵县令调外县借粮康，林捕头派20人护送，谁敢半路抢，推打得。多谢沈大人，多谢。赵明德竟来得这么快，沈燕借粮居然还能借出这种条件。临县已经大乱，泾阳却稳如泰山，这等差距绝对不是靠欺上瞒下装出来的。这沈燕身犯欺君暴之大罪，老夫绝不认同。可此时刻，老夫竟说不出立刻拿人这4个字。杜家的粮发霉啦！这是杜家粮铺刚卖给我的，说是新粮，结果里面全是霉粮。我家也买了，全是坏的。胡说！你们血口喷人！封杜家粮铺，林捕头，你敢！杜家这是要害死人啊！平时还说沈大人黑，杜家才是真黑。刚才还逼沈大人交仓钥匙，他自己仓里全是坏粮。这些粮本是准备趁灾高价卖的，现在全完了。杜税首，解释解释。我不知道，是下面的人换了粮。熟，出事都是下面的人干的。我愿赔10倍。杜家粮铺以次充好，扰乱粮价，赔10倍。杜氏商会信用牌撤销，严不油3行摊位全部收回，3年内不得入泾阳主街。不行！你说了算。李老爷，你看见了吧？沈燕这是公报私仇，他一句话就毁了杜家几10年基业啊！没粮是假的，罢市是假的，逼百姓抢粮也是假的。沈大佐，我错了，杜家愿意交罚银，愿意开仓，愿意听县衙规矩。晚了，泾阳给过你赚钱的路，你偏要卡百姓脖子。带走，先查粮，再查账。是。沈大人，杜家铺子收了，能不能换陇州盐商来？1州布也行，今日的布便宜。便宜？备用摊位再涨半成。沈大人，您刚收拾完杜家，能不能别马上收钱？本官忙了一天，不加钱白忙。这个沈燕真不是清官，可他也真不是寻常的贪官。李老爷，看够了吗？沈燕，
你不怕我回长安后说出去？怕。你还让我看？你都看到这份地了，我拦有用？若朝廷问罪呢？那就认。哭穷是我写的，钱是我收的，粮也是我藏的。要砍就砍我，别动泾阳仓。不过李老爷，做生意讲良心，今日你看了热闹，也看了仓，回长安少说2句。若我偏要说，做什么？封口钱。沈燕，你真是胆大包天！李老爷，泾阳夸人要罚钱。这贪财的沈县令完全不知道刚才被他敲竹棒的李老爷就是当今天子啊！毕老爷，此人有才也有罪。我知道，欺上瞒报、私收商税、官员入股商号，这些都不能轻纵。可今日若没有他，泾阳会不会乱？临县会不会更乱？他不是清官，但他能让百姓活得像个人。回长安后，下一道密令：今年年税分照旧，不得加派。沈燕暂不调任，不罚。先留着。父亲，那他若继续哭穷呢？让户部别信太满。大人，长安来的。谁记得？李老爷。哪个李老爷？就是被您收了300贯拜见钱，还要封口钱那位。他。大人，这李老爷来头恐怕不小啊。是挺有钱，要不要查查？查什么？有钱有背景还懂闭嘴，这样的客人下回来了记得客气点儿。拜见钱收500，本官为大唐操碎了心，还不能享受一下？我得赶紧去告诉门房，下次长安来的李老爷再上门，千万别少收。大唐朝廷在上，泾阳危矣。近来泾阳盗匪横行，外商不敢入城，百姓不敢出门，县中鸡犬不宁，夜半哭声不绝。大人，说，昨晚城西夜市开到3更，糖水铺子卖空了3锅，百姓不但敢出门，还嫌巡街队收摊太早。哦，百姓夜不敢眠，商户昼不敢开，泾阳上下人心惶惶。大人，昨日有外地商队嫌泾阳巡街队管得太严，人家说城里连偷鸡摸狗的都没有，想找个热闹都找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泾阳安稳，说明盗匪被吓得更会藏了。臣忧心泾阳安危，日夜难寐，奈何县衙人手不足，器械破旧，巡空空虚，恳请朝廷拨银10万贯，增设安保力量，以护泾阳百姓周全。大人，10万贯少了？不少。就是朝廷看到这奏章，怕是要问泾阳一个县为什么要这么多安保银。问就对了。不懂。泾阳现在有粮，有钱，有商路，有钱庄，你觉得谁不掩护？大人是说，真有人盯上泾阳？已经盯上了。大人，那更该查呀。查什么？查是谁在背后传谣啊？最近外面已经有风声，说泾阳铁坊昼夜不停，说县衙暗藏鸦片，甚至有人说您在泾阳暗养私兵，这要是传到长安，是能掉脑袋的谋反大罪。不急。大人，真想害我的人不会只传一句话，让他继续，
我倒要看看他想把谁引来。大人，您早知道有人要来，送去驿站。那城北铁坊呢？昨晚敲到后半夜，半个县都听见了。让他们声音小点儿，活儿别停。泾阳乱成这样，安保力量总得加强一下吧？大人，您是不是把自己写的奏章当真了？做戏做全套，懂吗？懂。还有，告诉门房，最近若有长安来的贵客，拜见前翻倍。大人，为什么？长安人麻烦。是挺麻烦。江洋盗匪横行，外商不敢入城，百姓不敢出门，他又来了。这次不哭穷，改哭乱了。陛下，沈燕此人，奏章10句里怕是9句半不能信。朕也没打算信。可这封呢？泾阳私造军械，暗养护卫，铁坊昼夜不息，假骗暗藏县衙，巡街差役夜中操练，已有不臣之心。一封说泾阳乱，一封说泾阳强。父亲，会不会又有误会？太子殿下，谋反之事不能用误会2字轻轻带过。泾阳能稳粮，能稳商，能让百姓过得好。可若再加上军械和护卫，那便是一座藏在长安旁边的小军镇。陛下，臣请派兵查办泾阳。若密信是真的，派兵查办只会打草惊蛇。你要亲自去。朕要亲眼看看。陛下不可！上次微服泾阳，沈燕虽不知陛下身份，却几次出言冒犯。这回若他真有反心，陛下万金之躯岂能涉险？他若真有反心，朕更要去。还是用李老爷的身份。沈燕收朕的拜见钱，要朕的封口钱，现在还敢给长安报价翻倍，用朕倒要看看，这次他还能收朕什么钱？父亲，路还是和上次一样。哼，路越好，越方便吊车运械。停！老爷，这不像普通商车。这东西若用在商路上，确实能护货；可若用在战场上，外地客，长安来的商人，坐车还是修车？护商车按路程算价，长安客贵一些。又是长安客贵一些。沈燕，你交的好手下。这是何物？护商车。走山道，过荒路，防山匪用。车壁加铁，车底加轴，遇上劫道的，车队围成圈，能撑到巡防队赶来。两侧孔洞呢？通风需要做得如此齐整。老先生，你要觉得不通风，我给你坐里面试试。若是装弩，也合适。老爷，话不能乱说。泾阳造的是护商车，不是兵车。谁让你们造的？沈大人。沈燕。果然又是沈燕。先别急，若真是谋反，绝不会把东西明晃晃地摆在路边让人看。哼，也可能是他太狂妄。继续看。我们是去长安送药材，又不是进皇宫，查这么细做什么？泾阳规矩，药材车3查：查货、查人、查路。你们沈大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嫌宽，可以绕路。别闹，泾阳路快，绕路多走2日，药材坏了你赔。查货、查人、查路，京都区区一县，竟把商路管得比长安城门还要严密。若有人假扮商队入泾阳，会如何？老爷，您这话可别乱说。泾阳最忌讳商队造假，货假罚钱，人假扣车。路引假，
直接进县衙大牢。谁定的？沈大人啊！又是沈燕，他到底想干什么？热汤饼，东街来客3碗，糖人2个，北边风大。父亲，他们在传话，示警暗号。方才我们进街时，明明没人盯着，可现在这卖汤饼的、做糖人的、挑担子的脚夫，甚至茶摊的伙计，似乎全都知道有几个长安外客到了。朕不是进了一座县城，而是进了一张天罗地网。从踏进泾阳界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在这张网里了。老爷，先查县衙。哟，李老爷，你还记得我？记得，上回收了您300贯，印象太深了。哟，李老爷，我要见沈燕。拜见前。又要？上回是上回，这回是这回。泾阳账清，不赊旧情。若不交呢？那就不见。朝廷命官岂能如此怠慢来客？账房先生脾气还是这么大呀？多少？熟客价500贯。上次才200。您上次看了粮仓，我们大人说了，看过泾阳底价的客人，下次再来就是深度合作客。深度合作客是什么意思啊？贵客，贵客不是该便宜？贵客当然贵啊！忍住，朕现在真想一把火烧了这破县衙。给吧，都走到这里了。几位稍等，小的这就去通报。若这次还说不见，朕……我家大人不在。不过大人说了，李老爷是熟客，可以先去后院喝茶，茶水另算。他人在哪儿？城北。做什么？看夜训。夜训？一个区县县令在城北看夜训？几位要是有兴趣，晚上也能去看，观训费另收。不必带路。走。这绝不是普通差役，这是兵，私造军械，暗远护卫不臣之心。密信里的每一个字，此刻都像毒针一样，狠狠扎进。大人，长安来的李老爷又到了。哦，门房收了500贯，收少了。大人，今晚还练吗？练。最近外来商队不对劲，北边来的马多，药材车也多，都给我打起精神。外来商队不对劲，属下已经让人死死盯着了。别急着抓，让他们进来。大人，放进来。不进来，怎么知道他们想要哪块肉？这话听着像防贼，更像是在设局。沈燕，你到底想干什么？林头，大人，城西客栈来了一队长安商人，领头的叫周玄策，他们要买通商牌，还特意问了一句。问什么？他们问泾阳有没有一条最快去长安的夜路。终于来了。老爷，听见了吗？他们要去长安。明日我亲自见他，价开高点。多高？高到他舍不得不买。这个沈燕，到底是在设局抓反贼，还是在把通往长安的药道高价卖出去？父亲，这真不是普通巡街队。老爷，不能再等了。这不像县衙，像军营。泾阳有粮，有钱，有商路。如今又有兵械，有护卫，有暗哨。若沈燕有反心，长安危矣。泾阳离长安太近了，近到如果这里真成了一座小军镇，后果没人敢想。可他刚才说外来商队不对劲。娘，
夫人，他也可能是在演。演给谁看？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正因为不知道，才更可怕。一个县令夜里调人布防，放外来商队入局。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父亲，那现在怎么办？查县衙，先回城。热饼出炉，西街客4人，茶水3碗，外客带到。他们又在传。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一进泾阳，就总觉得有人盯着我们。不是一个人，是整条街，每一个小贩，每一个脚夫，每一个看似闲散的茶客，都可能是沈燕的眼睛。这张网比白日看到的还密。他们没有动手，只是在传信。若沈燕要动手，他们也会。几位老爷，晚上风凉，要不要买个糖人压压惊？谁受惊了？来泾阳的长安客，头一回看夜讯，都容易受惊。我们夜谈校场的事，这么快就传回来了。你们在监视我们！老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们泾阳叫热情好客，热情到连客人去哪儿都知道。那不然呢？客人在泾阳丢了，我们沈大人赔不起。沈燕让你们盯外客。沈大人说，泾阳现在值钱，值钱的地方总有人惦记。这话和沈燕方才在校场说的几乎一样。走吧。哎，几位老爷，翻墙也收费。你们连这个都收？当然，正门拜见钱，后门通融钱，翻墙风险钱，翻墙柜钱。多少？李老爷，你也认识我？门房老刘说了，长安李老爷是深度合作客，见着了要客气。你们沈大人到底叫了多少人认我们？应该不多，就东街、西街、南门、北仓、县衙、钱庄、铁坊客栈、夜市这些地方。泾阳这套传信比朕想的还快，如果沈燕要造反，这张网能瞬间遮住所有外来耳目。我们不翻墙。真不翻，熟人可以便宜。再待下去，朕怕自己先把这个墙头拆了。他们这么明着拦，倒不像藏着什么。明着拦，是因为他们不。李老爷，您回来了。我要进县衙。可以。夜间入衙费，白日已经收了500贯。白日是白日，夜间是夜间。账房先生，您不能把白天的饭留到晚上吃吧？嘿嘿嘿，几位请。李老爷，那边是杂物，不好看，让开。杂物不收费。你到底是什么规矩？大人定的规矩。沈燕的规矩比朝廷律法还多。那倒没有，朝廷律法我背不下来，大人的规矩我也背不全。李老爷只是好奇，不会乱动。夫人会说话，只能看不能摸，摸坏了要赔。这还不是私藏甲胄？老先生，这叫互伤甲。甲就是甲，那丙也都是丙，胡丙和吹丙能一个价。摸了，要赔。沈燕在哪儿？大人快回来了。他今晚最好给我一个解释。李老爷，解释也收费。你闭嘴！李老爷，那地方不能看。为何不能看？不能看就是不能看。老爷，这县衙里果然藏着精兵。这些人穿着普通着不像正规军，可每个人眼神极其沉稳冷酷，绝对是死人堆里练出来的沙派。李老爷，您别让我难做。大人说了，地库不是有钱就能看的。若我偏要看呢？
那得加钱。李老爷，好久不见。沈县令好大的阵仗。泾阳最近乱，安保力量加强一点很合理。乱，我看泾阳百姓夜市开到3更，倒是安心的很。夫人也来了，早说啊，给你们上好茶。茶水另算。李老爷懂规矩了。这些是什么？护商甲，甲胄为军中之物，一个县令私藏甲片，你想做什么？防砍啊！泾阳商队走南闯北，遇见山匪，不穿点东西，拿镰挡刀，强词夺理。你说的对。那这里面呢？更贵。我问里面是什么？护商套餐，李老爷是熟客，我可以给你简单说说：护商车、护商甲、护商盾、夜路引、随队护卫、急信传递，按路程货架风险分3档。普通商队买低档，有钱人买高档。像李老爷这种一看就仇家不少，建议买顶档。你还敢卖给我们？你们不是商人吗？商人走路不怕被抢。若有人用你这套东西去长安呢？这个问题太直接了，朕倒要看看你怎么答。去长安是，那更贵。长安路宽人多，查得严，货坏了麻烦，人丢了麻烦，路已错了更麻烦。要是再遇上不长眼的劫匪，那就是大麻烦。李老爷要是真想走长安夜路，我可以给你安排。你敢安排？只要钱到位，路就到。朕现在几乎能确定，沈燕手里的这套东西，不只是护商，也能送兵、送械、送人，甚至能送一支伪装成商队的精锐，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长安。该杀！大人，城西客栈的周玄泽送了拜帖。哦，他说愿出千贯，求见大人。比李老爷大方。周玄策是谁？长安商人。他求你什么？买路。告诉周老板，明日见。他问的是长安夜路，开到他心疼。沈燕，你知道你在卖什么吗？知道啊，路。若这条路送进去的不是货呢？李老爷，你怕了？怕就对了。最近泾阳确实不太平，想买护商套餐的话，明早找师爷，赎人价。多少？贵30%。老爷，他不是想反贼，他已经把反贼要的路摆到桌上卖了。老爷，昨夜所见已经足够。父亲，县衙藏甲，城北夜讯，沈岩又亲口说能安排长安夜路，若再拖，恐怕养虎为患。你们都觉得沈燕要反？夫人，臣不敢说他一定反，但他已经有反的本钱。有反的本钱比已经反更麻烦。狂妄之人往往不觉得自己需要藏。今日见沈燕，以李老爷身份，不然呢？我现在亮身份，他跪得比谁都快，还有什么可查？那便由他多说。让他带我们看护商套餐。父亲真要买？大人，李老爷来了。来得挺早，说是想看护商套餐。真看？看样子挺认真。有钱人的钱，果然醒得比鸡早。告诉林捕头，把地库收拾一下。大人，真给他们看？收钱了吗？收了。那看啊！大人，李老爷这伙人不简单，
尤其那个账房先生，像是随时要把咱县衙告到长安。让他告啊！他要真能告到长安，说明李老爷背后有人，背后有人才更买得起。大人，您这逻辑挺危险。泾阳什么时候不危险？李老爷，昨晚睡得可好？托沈县令的福，没怎么。客栈床不好，记一下，城西客栈床铺待查，让掌柜交整改废。沈县令，我今日不是来听你耍嘴皮子的。我知道，李老爷是来看货的。县衙里的甲片、护车、夜训队都是货。账房先生，您别老把事情说得这么吓人。做生意嘛，货不吓人，价才吓人。带路做什么？参观费。昨晚不是已经交过夜间入衙费？那是入衙，不是参观。你进酒楼花了门钱，不点菜吗？多少？李老爷是熟客，给您优惠。多少？800贯。你这是抢！抢犯法，收钱不犯法。记账，李老爷沪商产业参观800贯。写真名吗？写深度合作课。这些东西单看似乎都能说是沪商，可如此规模、如此制式放在一起，绝不简单。老爷，这些若交给训练过的人，足以守一座小城。守小城不够，这些只是轻舰，真要守城，得有粮、有水、有路、有人。光靠几片铁，守什么？守嘴吗？你倒懂守城。李老爷，泾阳这么值钱，不懂守，早被人啃了。谁想啃泾阳？有钱的地方，总有人想抢。明抢的叫山匪，暗抢的叫商会，拿文书抢的叫上官。你在讽刺朝廷？不敢，我讽刺的是喜欢拿文书抢东西的人。朝廷那么大，应该不缺这好。他这语气绝不像在吹嘘，他是真真切切的觉得泾阳随时会被人抢夺。这些甲给谁穿？看谁买。商队护卫、仓丁、巡街队、客栈押货人。泾阳规矩，穿甲要登记，不许私带出现，不许转卖，不许夜里无牌出行。若有人买了，带去长安呢？那得先问我卖不卖。你不是说有钱就卖？李老爷，我说的是有钱好谈，不是有钱我买沪商甲。要验货源，验鹿腿，验保人。外地人想买，价高3倍，还得有人担保。想带出泾阳，出现再验一次。你昨夜为何不说？你们也没付这个问题的钱啊。走吧，带你们砍沪商车。这又是什么？贵重货格。藏人也行。能藏。你承认了？承认什么？此车可藏人。能藏人，也能藏药材，藏账册，藏银票，藏救命粮。东西是东西，怎么用看人。若有人用它运兵呢？那我抓他呀。每辆沪商车的轴钉都有编号，车壁也有暗印，谁买的，谁带走的，走哪条路，路上换没换车，一查就知道。那边是验车棚，出城前查一遍，回来后查一遍。车重不对，车印不对，车夫不对，直接扣车。原来昨日城门查那么细，是为了这个。若守门人被买通呢？那就换守门人。若林捕头也被买通呢？那他值多少钱？大人，属下不卖。我是问你估个价，方便我以后防着。属下若卖，至少10万贯。哼，
你也配？沈燕这群人看似荒唐世俗，可彼此之间却有着一种极度信任的默契。这种绝对的掌控力，比严刑严法更危险。集信点、换人点、伤药点、换马点，这些都归你管。归钱管。县衙出规矩，商户出钱，点位自己赚。出了事，县衙罚；办好了，县衙奖。你这是私设驿站。错，是互商服务。换个名字就不是了吗？当然不是。驿站不赚钱，这个赚钱。父亲，这套若用在商路上，确实快。大郎说的对，这套护商系统若只护商是利器，若用来运兵运军械，同样是极可怕的利器。若有人想从泾阳最快到长安，你多久能送到？看什么人？商人。1天半。从泾阳到长安，哪怕是极为精良的商队，沿途少不了层层盘查，怎么也要2、3日。他居然能1天半。若夜里走，李老爷，你问的有点细了。我只是好奇。好奇也分价。开价5000贯。一个问题5000贯，长安夜路当然贵。沈燕，你真敢卖？账房先生，你一直喊得这么凶，出钱吗？沈大人，若这条夜路被坏人买了，会如何？夫人，这问题问得值钱。那沈大人愿意答吗？夫人问，免1半。坏人买路，就让他买。不买，怎么知道他想去哪儿？不走，怎么知道他带了什么？不让他觉得自己能过，他怎么把人都叫？这话像是在说周玄寸，他在设局。当然，真要走，还是得加钱。你昨夜说周玄寸来了，李老爷消息挺灵。他找你买长安夜路。是。你见他？见。你卖。价合适就卖。周老板到了吗？已经在县衙等着。走吧。我也去。李老爷，这可不是参观内容。多少？旁听费？你还真收？不然呢？你们想白听商业机密？多少？3000贯。给。李老爷，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沈大人。周老板，正是。久闻泾阳商路天下少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夸人要罚钱。沈大人风趣，说事儿。这几位是长安来的李老爷，深度合作客。原来是李老爷。听闻泾阳有一条最快去长安的夜路。1000贯定金。少了。大人开价。你要送什么？药材。什么药？边地伤药。多少车？20车。药材20车，走夜路。唉，长安那边催得急，白日查得严，怕耽误。听起来挺合理。20车边地伤药，不走官道，非要走夜路入长安。若车里不是药材呢？
只要沈大人肯安排，价钱好说，1万贯。沈大人贵了些，长安夜路贵在安全。若我再加5000贯，希望路上少些盘查呢。周老板，你这话不对，泾阳的路没有少查，只有查得快，那就查得快。2万贯，大人胃口不小，夜路伤胃，价高养胃，哈哈哈哈，成交。记账。周玄策，长安夜路定金2万贯。如此明目张胆的谋逆勾当，这混账竟然还真敢记在县衙的账册上。那小人的车队何时能走？今晚。这么快？快路嘛。多谢沈大。周老板，你那20车药材，车夫都是自己人？自然。好。沈燕！账房先生，你小点声。你明知此人有问题，还要让他夜走长安路？你看出来他有问题？走夜路还要少盘查，傻子才看不出来。那挺好。好什么？说明你们没白交旁听费。你到底想做什么？李老爷，不是我想做什么，是他想做什么。今晚就知道了。你要放他走？不是放他走，是让他以为他能走。林捕头，在。通知北仓今晚少点灯，通知城西把闲人撤干净，通知铁坊火照常烧。是。这个县令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运筹帷幄的守城，可他的每一个动作又都像是在开门一倒。老爷，今晚不能走。当然不能走。朕倒要亲眼看看你沈燕到底是在设惊天大局抓反贼，还是要把泾阳和长安一起打包卖了。主子，沈燕信了。哼，不是信，是贪。那今晚真走？走。泾阳的长安夜路，县衙亲自放行，这样的机会错过就没了。可是沈燕开价太高。哼，2万贯买一条路，贵吗？买下这条路，北仓、铁腹上车都是我们的。那长安，别在街上说。如何？沈燕收钱了。哼，我早说过，沈燕这人什么都能谈，只看价钱。他要2万贯。哼，他还真敢开口。敢开口的人才好用。你别小看沈燕，泾阳这几年能压住旧商会，吃下周边几条商路，绝不只是靠贪。崔会首怕他？我是在提醒你。你想要泾阳商路，我想要泾阳北仓和铁坊。今晚之后，各取所需。你的人都进城了？药材车20辆，车夫40人，脚乃60人，外面还有2队接应。这么多人，沈燕查不出来？查出来又如何？他已经收了钱。你真觉得沈燕只是贪？不是吗？我和沈燕打过几年交道，那人懒散、贪财、嘴贱，做事手段极其狠辣，可他从来不是个傻子。崔会首，今夜若成，泾阳商路归你；若不成呢？那就说明你们关中商会连一个县令都不如。今夜子时，北仓灯灭，你的人从西坊入，先拿仓，再他铁坊，
沈燕给的路也是西房。他真给了！这东西，我的人买了3次都没买到。所以我说，沈燕不是忠臣，她只是贵。大人，真把夜行牌给他？给了。那可是长安夜路。假的，也不全假。大人，您能不能一次说完？路是真的，出口是假的。他以为西房出去能接长安道。这不是去旧马场的路吗？对，旧马场空了2个月，正好装人。大人是想把他们引到旧马场，不然引到长安，我嫌命长。大人，那李老爷呢？他怎么了？他今日看您的眼神，像是想把您就地正法。正常，正常。有钱人被坑多了，都这个眼神。绝对不是，李老爷那眼神绝对不是看奸商的眼神，那是看谋反乱党的眼神。别管李老爷，他要看热闹就让他看。大人，这热闹会死人的，所以才收他旁听费。大人，人已经撤了。西房撤干净了，只留了3户老人，死活不肯走。给钱，给了，不走。说家里鸡，告诉他们鸡按人头算，今晚跟着走，1只鸡补20文，不走，明天鸡归县衙。大人，这能行？泾阳人怕死，但更怕吃亏。北仓已经按大人的吩咐，外面留了3成粮袋，里面全空了。真粮呢？移到东仓和南房地窖，极其隐蔽，百姓都不知道。铁坊呢？火照常烧，人撤了一半，剩下一半全都是咱们精锐的人。城门，西门照常开，东门暗锁，北桥已经断了外板，看着能走，实际一压就塌，别真塌死人。属下明白，只困人。还有李老爷，要不要派人死死盯着？盯。若他乱走呢？别拦。别拦？他这种人，你越拦他越觉得你心虚。那若他一头撞进局里，护住。是。老爷，沈燕已经把路牌给了周玄泽，我们的人亲眼看见了。看见了，周玄泽进了城西客栈，崔令安也在那里。崔令安，长安商会的人也搅进来了。哼，商会、药材、夜路、护商车，沈燕这盘生意做得可真大。父亲，可沈燕也在调人。西坊那边有人撤出，北仓灯也少了，他像是在防，也可能是在清场，清走百姓，方便周玄策的人夜行；北仓灯少，方便车队靠近；铁坊照常烧，方便掩盖动静。同一件事，防贼说得通，放贼同样说得。朕忽然觉得沈燕最危险的地方不是贪，也不是狂，而是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找出2种极其合理的解释，一种像救人，一种像谋反。今晚要看结果。沈燕不是傻子，周玄操也不是。今晚这2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设局，我倒要看看谁的局更深。周老板，这么晚还出货啊？长安催得急，泾阳夜路可贵。沈大人已经收过钱了。那就好，交个钱，路好走。主子，彻底都备好了。按原计划，先过西坊，
见到北仓灯灭，第二队下车。铁房那边一响，外面接应就进。沈燕那边，一个县令而已，等北仓和铁方到手，他就算后悔也晚了。泾阳的路真不错，以后就是咱们的路了。要不要处理？一个老头给多时。20车，人，车重不对，至少藏了60。领导，李老爷跟上来了。大人说了，不拦。那若出事，好住。这里的人呢？许是夜深了。泾阳夜市开到3更，你跟我说夜深？周老板，是我。沈大人说了，前面摆街修路，今晚走西坊旧道。旧路通长安。沈大人收了钱，还能骗您？带路。老爷，沈燕的人在给他引路。我看见了。可这路未必真去长安。若不是去长安，那便是沈燕要黑吃黑。魏征现在怎么看沈燕都不像好人，可我自己也说不出沈燕像好人。停！地图，这不是长安道。周老板，长安夜路不能走明道，明道查得严。你确定？我一个带路的，骗您做什么？再说了，沈大人的牌子在您手上呢。继续。这绝对不是长安道，沈燕果然给了假路。他到底是要抓周玄策，还是要把这群人引去极其隐蔽的地方分赃？到了。沈大人说，快路之前先换车。主子，不对。沈燕果然没那么蠢。动手吗？只要这里一乱，第二队就能趁乱发难。动！先躲北仓，再躲铁方。天亮前，泾阳归我。你不怕？怕呀？那你还不跑？大人说了，跑得太早显得假。主子，有埋伏。按原计划，第一队去北仓，第二队去铁坊，第3队控制西门。北仓从左边走近些。真的近。沈燕手底下的人倒都挺有胆子，胆子小的大人不收。拿下！告诉沈燕，他太贪了。这话你自己跟他说吧。动手！父亲，他们动了。沈燕把人引进了旧马场，却没有极其果断的立刻拿下。他在等。等什么？旧马场极其像一个口袋的闸口，如果沈燕真要抓人，现在就该极其果断的封死。可沈燕偏偏极其反常的让他们分兵出去，就像是极其故意的把刀尖放进了城里。老爷，不能再看了。若反贼极其疯狂地冲向长安道，一切都晚了。长安道不在这里，沈燕给的是假路，也可能是极其黑吃黑。那边有人。林头，这边3只。绑了。白日里，他还在极其市侩的卖糖儿，现在他腰间挂着极其专业的短棍，手上极其熟练的拎着绳索。他也是你们的人？临时工。临时工也会用网擒人？泾阳临时工要求高。沈燕在哪儿？
大人在城楼。他知道我们在这里？知道。大人说李老爷爱看热闹。进去！空仓！北仓一队关好了，计数，入仓17人，活的17，有没有少？没有。那行，大人说了，少一个扣饭钱。北仓是空的，真粮呢？不方便说。防我们？对。终于来了！杀出去！别打坏了炉子，炉子比人贵。大人，北仓关住了。铁坊呢？铁坊压住了。西门，第3队往西门去了。西门不用急，大人，万一他们真冲出去呢？西门外是哪儿？断桥。那你慌什么？我怕他们掉下去。我不是说了别真断吗？大人放心，外板撤了，底下铺了网，掉不死，就是丢人。那就行。大人，李老爷还在城里。林捕头会护。那位李老爷到底什么来头？您就不怕他吓出个好歹？他胆子大得很。大人怎么知道？花5000贯看热闹的人，胆子能小？通知南街关灯，通知西坊开左巷，通知旧马场把周旋往北赶。大人，不直接抓周旋剑？他的人还没全出来。那等什么？等他把底牌亮完。西门一队掉了几个？8个。活着吗？骂的挺响，活着。那拉上来绑了。撤！冲过去！护商车、甲片、夜讯队、情报暗号，所有我以为是谋反的东西，此刻全变成了守城的网。父亲，他真是在抓反贼。这不是临时凑出来的，这至少练过无数次。即便如此，私设这等护卫也不可轻纵。可若没有他们，今晚泾阳已经乱了。东街不要追，北向流口，旧马场的人别全堵死，让周玄策往城楼这边来。他要见周玄策。李老爷，这边不安全。沈燕在哪儿？城楼。带我去。怎么，要收钱？大人说了，李老爷若要上城楼，收惊吓费。多少？这会儿情况急，先记账。好，让他记。周老板，夜路走得还满意吗？沈大人好手段。一般，主要是你们太不经走。你早就知道我不是商人。废话，20车药材，车重不对，车夫手上没有搬药材的茧，倒是有握刀的茧。你们问长安夜路，问了3遍，每次问法都不一样。还有，我泾阳的真夜行牌背面有暗印。假牌！你既然早知道，为何不直接抓？抓你一个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多整齐！哈哈哈哈哈哈！沈燕，你真以为赢了？你现在还有什么没掏出来？你以为我要的是泾阳？
我要的是长安。今晚若我夺下北仓，拿下铁放，再用你沈燕的夜行牌出泾阳，明日天亮前，长安外门就会看见泾阳的运粮车。沈大人，你守得住泾阳，守得住长安吗？好狠毒的计策！若真让他们假借泾阳商队靠近长安，后果不堪设想。就凭你，沈大人，你太小看泾阳了。哦，路是你修的，车是你造的，通商牌是你发的，北仓有粮，铁坊有气，护商车能过关甲。你把泾阳做成了关中最好用的一把刀，我只是来拿刀。老爷，此人不能留。周老板，你这话说的我挺感动，原来我泾阳这么值钱。大人，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这不是重点吗？都这个时候了，这狗官竟然还在算计泾阳值多少钱。沈燕，你不用装疯卖傻，你抓了我城里的这些人，可你知道城外还有多少人吗？多少？300！他们就在泾阳西北20里，只等我这边拿下北仓，点3盏红灯，便会伪装成运粮队入城。哈哈哈哈哈！我们拿你的粮，坐你的车，走你的路，长安只会以为是泾阳紧急送粮。哈哈哈哈哈！说完了。哈哈哈哈哈！城外呢？已经围了。几队？3队。人呢？第一队在乱石坡，被护商车堵住；第二队在旧义烙，马被换了；第三队在西北林子里，刚点火就被茶摊刘老头的人发现。刘老头不是卖糖人的吗？今晚改卖茶，挺灵活。不可能！你们反贼是不是都爱说这句？你怎么知道城外有人？买马过多，药材车重不对，路体重复，车夫手检不对，夜里打听长安路3次，还有崔令安的人突然买了300套粗布车夫衣。周老板，你们要演商队，能不能演得像一点？我明白了，沈燕根本不是临时起意，她早就在等他们入局。货、车、人、路、马、衣，这些极其微小的细节，竟被她织成了一张极其可怕的天罗地网。沈燕，你什么时候开始盯他的？李老爷，这个问题贵。沈大人，现在不收费，事后再计。夫人说话就是让人舒服。她第一次问长安夜路的时候，第一次，泾阳正经商队不问夜路，夜路贵危险，查得多，真急着去长安的人只会问最快的白路，问夜路的多半不想让人看见。这判断极其简单，却简单到极其致命。第二次他换了人问，第三次他买药材车，第四次他的人摸到了北仓外墙，这还不抓？账房先生，你是不是想问这个？哼，抓早了只能抓几个问路的，现在多好，一锅端。哈哈哈！沈燕，你真以为这就完了？小心！哈哈哈哈哈哈！沈燕，你拦住城内，拦得住城外吗？只要红灯起，城外300人就知道计划继续。谁教你们用红灯的？哈哈哈哈哈！泾阳夜里禁明火。
承德、红灯3处已定位。报，西北灵州反贼点火暴露，湖商队已围。报，就一道反贼强马被假马丘困住。报，乱石坡车队被堵，对方汽车逃入沟渠。你看，红灯挺好用。杀上去！周老板，泾阳东西贵，别乱砍。沈燕，绑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沈燕，你有这样的城，有这样的路，有这样的护卫，你真甘心只做一个县令？这也是朕最想问的。你有病吧？做县令都够烦了，还想做大的？泾阳一个县，粮、钱、路、商队、仓库、铁房、夜市，天天都有人来问。再大一点，我还睡不睡觉了？再说了，长安有什么好抢的？大官多，规矩多，天不亮就得上朝，谁爱去谁去。这话怎么听着像在骂朝廷？你不想要天下？我要天下干什么？天天抓你们这种人。带走。沈燕，今日我败，是败给你，不是败给大唐。错，你是败给泾阳卖糖人的刘老猴，败给城门口查车的差员，败给嫌你车重不对的脚夫，败给收你路钱还给你假牌的县衙门房，也败给你自己。你以为百姓只会被吓跑，可泾阳百姓跑之前会先问一句：赔多少钱？拖下去。李老爷还没走。沈县令好大的本事，夸人罚钱。你闭嘴！那惊吓费还收吗？问可以，分便宜和贵。免费。李老爷越来越会砍价了。你有铁房，有护卫，有情报，有城防，若真想反，谁挡得住你？反？我疯了？泾阳现在我说了算，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想收多少钱收多少钱。真反了，打赢了我得管天下，打输了我掉脑袋。李老爷，你做生意会买这种亏本买卖？再说，我又不是李世民。听说当皇帝天不亮就得起，奏折堆得比粮仓高，还天天被人骂，尤其是身边还有这种账房先生。沈燕，我不是骂皇上。那你在骂谁？骂命苦的人。朕真的很想亮明身份，朕很想看看他这张嘴还能不能这么硬。可现在不能亮，至少不能在沈燕面前亮。没事了，明早夜市召开，今晚受惊商户明日去县衙登记补偿。补偿？真有补偿？我家门口被车压坏了，我鸡被吓得不下蛋了，算不算？不下蛋的不算。大人，您刚才说价下人头算，那是撤离价，
不是受惊价。这个县令荒唐贪财嘴欠，胆大包天。可这一夜，泾阳没有乱，百姓没乱，粮仓没失，铁坊没失，长安也没被人借泾阳捅一刀。沈县令，账房先生也要问：今夜若无你，泾阳必失。你夸我？老夫只是就事论事，那也得罚钱。老夫后悔了。走，李老爷，惊吓费真不结一下？再不走，他真能追着要。回客栈。外商闹事儿，昨晚那么大阵仗就叫外商闹事儿？沈大人说是，那就是。我家鸡真不下蛋了，能不能报？你试试，罚你10倍。大人，昨夜抓的人已经全押了。周玄策呢？单独关着，林捕头在审。别打坏了。大人放心，林头有数。唉，李老爷呢？一早走了。啊？走了？哎，没结惊吓费。是。长安人果然不讲信用。大人，那位李老爷来头真不小。昨夜您那么说皇上，他脸色都变了。他不会真是李世民的亲戚吧？怪不得脾气大。那要不要以后少收点儿？哼，皇亲更有钱。李老爷夜观泾阳平乱，惊吓费、护卫费、栈道费、城楼观经费，共计3700贯。陛下，沈宴私设护卫、器械郭坊，按律不可不查。但若无沈宴，周玄策残党未必能这么快拔除。泾阳这一套东西虽越举，却有用。暂不查封，泾阳护商器械厂暗中备案，护卫队改名。改什么？泾阳护商巡防。那沈宴呢？留着，先留着。父亲，那这账单烧了。烧了，他下次会再送。用李老爷的名义给他写信。陛下要写什么？长安预购护商器械一批。父亲真要买？泾阳这一套能护商也能护粮，若只放在泾阳太浪费。可让沈宴知道长安要买，他必定狮子大开口。朕，我倒要看看他敢开多少。大人，李老爷来信。欠钱的终于想起来了。大人，他说长安想买一批护商器械。李老爷终于懂事了。他说先要护商车20辆，护商甲300套，急信点位图1份，算盘。李老爷是熟人。大人，报价多少？熟人价翻5倍。大人，5倍会不会太狠？长安买，路远，事儿多，嘴还硬，贵点怎么了？万一李老爷背后真是皇亲呢？皇亲更该支持泾阳建设。回信告诉李老爷，护商车可以卖，甲也可以卖，但急信点位图不卖。大人，那可是大钱。钱能赚，命不能卖。
点位图是泾阳的眼睛，眼睛卖了，下次谁替我看路啊？大人，若李老爷还想买呢，那就告诉他，想买眼睛，不如自己长。想买眼睛，不如自己长。沈燕又气你了？没有。这混账东西，还真知道什么不能卖。不过5倍太贵。父亲，要砍价吗？砍！用李老爷的身份砍！陛下，沈燕务必肯让。那就让他少赚一点儿。大人，着凉了。不，我感觉李老爷在砍价。那怎么办？告诉门房，李老爷下次来拜见前收1000。那他要是不来了呢？他会来的。长安人嘴硬，但东西好不好用，他们心里清楚。